上回书说到，郭德友、丁卯、顾颖三人潜入医院停尸房，竟发现萧兰兰也已混进其中。停尸房内果然停有钱子贤尸身，丁卯验尸发现尸体皆有异象，血管曲张呈蓝紫色，似被感染，但钱子贤并无此状，而且所有人都是中毒而死。郭德友情急之下点烟辩冤，查出尸体生前都吸食过鸦片。郭德友、丁卯兵分两路探查鸦片来源，都查到了租界的聚华大饭店，引出来齐聚聚华楼大闹鸦片馆，郭德友神威大阵智擒王掌柜。这不就是茉莉花吗？我跟钱子贤就是在这儿认识的，虽然是家里的安排。我第一次听这首歌也是在这儿，所以你一提起茉莉花，我就想到这儿了。对不起啊，让你想起伤心事儿了。也不算是伤心事儿吧，顶多算是烦心事儿。只是每次提到这段婚约，心里还是有点不太舒服。其实想想，我能理解。你不是一个人在国外生活吗？自由自在的，怎么能理解呢？我爸也是被我逼的，才会把我送出去。我当时以为啊，出去了之后就自由了。我现在不还是回到这儿了吗？谁让丁家就我一个儿子呢？现在想想，之前过的那几年，好像都是给别人过的。那我们也算是同病相怜，同忧相救了。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就是这样。戏里面怎么唱来着？山在西来，海在东，山山水水相连通，五湖四海皆朋友，天下何处不相逢。来。里边请，这边请。二位要点点什么？水吧，先来壶热茶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没有热水。没有热水啊？那你们这里有什么呀？我们这里有红酒、有果汁，还有苏打水。苏打水听着挺脆生的哈，那就这个吧。再点2个你们的特色菜就齐了。好的，二位请稍等。郭二哥，不就吃个饭嘛，干嘛弄得那么讲究啊？来这么漂亮的地方，还能听曲儿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跟我交代呀？你说。
我都准备好了。这什么曲儿啊？扭扭捏捏的。没听过，我还觉得怪好听的。二位的苏打水。你们这台上唱的是什么呀？哦，咱们台上这首歌叫做《茉莉花》，最早起源于《西厢记》里张生戏莺莺的鲜花调，先生爱带着小姐来听，在咱们这儿很受欢迎。那这首歌唱的是花儿是吧？这首歌表面上唱的是花，实际上唱的是青年男女的纯情之爱。没你什么事儿了，赶紧下去。好，二位请慢用。你说说你，心里有不就完了吗？净搞这些没用的。这个水怎么这么冲啊？直进我鼻梁子。现在看来啊，还是郭德友最自在，什么也不用想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人人都有自己的命，没有必要硬跟别人相比。丁会长突然离世，藏云商会的担子全都落在你身上了。丁少爷能做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换作是我的话，怕是早就乱做一锅粥了。丁少爷，啊，你是为什么要找茉莉花啊？这个饭店除了吃饭和听歌以外，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干吗？我妈说，女孩家要矜持，不能总跟着你。可我乐意跟着你啊，看着你我心里就踏实。我老这样，你会不会觉得我烦呢？当然啊。心口不一，你要是真的觉得我烦，才不会带我来这种地方呢。你兜里揣钱了吗？啊？你看看这周围坐的都是什么人，要不然就是丁卯那样财大气粗的公子哥，要不然就是萧兰兰那种官宦之后的富家千金，口袋里不揣点钱，你怎么敢来这种地方吃饭？你没带钱呐？我不带你了吗？其实吧，粗茶淡饭，只要跟着你，我怎么吃都觉得是香的。要不然咱走吧，反正菜还没上呢。我突然想吃狗不理了。菜是没有上，但是水你喝了呀，外国水。那这水贵吗？从外国的井里打上来的，专门雇人挑回来，你说贵不贵？啊，一般饭店喝水呢，确实贵。可是如果这饭店它不干净，被客人挑出了毛病，那可别说喝水了，就是吃饭都不要钱。什么意思啊，郭二哥？顾影啊，啊，你可要坐稳了。一会儿发生的事情，很有可能是你意想不到的。不过出了什么乱子，你可要和我一起担着啊！乱子？我耗子！耗子！哎，服务员，有老鼠！老鼠，有耗子！别踩着啊！好，那边，在那边，他跑那儿了，又跑出来了！我的天哪！那儿！就在那儿啊，耗子！和老鼠！这儿没有！哎，往那边跑了！哎，小心点啊！那！郭德友。二哥，他们不吃饭，直接就往后面走啊！而且还有专人把守，肯定有问题。你们这是要干嘛？别管那么多了，没时间解释，见机行事。
几点了？估摸着4、5点左右吧。根据太阳高度角度来计算，现在5点多，不到6点。几位，请回吧。叫帮兵内，你要哎，干什么？废什么话？走。几位少爷小姐好，咱们是包间还是大厅啊？包间吧。得嘞，跟我来。走，二哥。几位这边请。里边请。各位随意坐。几位今天想来点什么？那我们来最贵的。还是这位少爷懂得享受。几位稍等。孤儿哥，你怎么了？不碍事。这天津城禁烟这么多年，禁烟运动就是个光打雷不下雨的幌子。杨颖，小颖，二哥你怎么了？二哥你没事吧？二哥，二哥。哎，站住！几点了？行，走走。怪不得刚才问咱们时间呢。原来怀表是他们的通行证。二哥，丁宝，丁宝，我二哥不行了。我溜。几位的烟膏来了。给您利索上。我们可能得上一下厕所。对，上厕所，上厕所。几位这是？我们上一下厕所，上一下厕所。哎，几点了？跑！走！
流。国六，你怎么知道这还有间密室？什么？这是琵琶苗。哎，别聊了，我们找地方出去吧。二哥闻不得烟味儿，更别说大烟了。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，哎，这儿能出去。走走走，咱们走。哎，站住！快走！让开，让开，让一让！警察办案，都让开！
警察办案。动静挺大呀，挺要紧呐。大运头，哎，都叫嘛住哪儿，洗这个多久了？挨个给我问清楚。好。走，走，走，快点，走，走，哎，走，哎，等会儿。你们这儿谁管事儿啊？王掌柜的。啊，人呢？我不知道，我没见过。没见过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快走！哎，跟上，跟上啊！二哥喝水。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说你呢！好，快走！站好了！都站好了，工作人员和烟客分开，分开站。快点儿！丁警探，副队长辛苦了。哎，瞧丁少这话说的，这不是打父母的脸吗？仅仅1天的功夫，您就查出这么大一个烟馆子来，咱们警局整年的考核都满了。托您的福，后半年咱都可以歇着了。副队长，啊，我不跟你客气啊。啊，咱们现在在案发现场，就聊跟案子有关的事儿，好吗？啊，当然，您说，烟馆是谁的？查出来了吗？都问遍了，说有个管事儿的王掌柜，可是谁都没见过。没见过，这么大个烟馆，没个管事儿的，怎么干活？下边人说了，掌柜的不参与经营，我猜要么就是趁乱跑了，要么就是压根儿就没出现。你查过他们的办公室吗？里面的笔记，还有他接触过什么人？啊，来过烟馆的大户？啊？哦，毫无线索。这么大的饭店，这么大的进货量，怎么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啊？哼，你觉得说得过去吗？丁探员觉得说不过去，那就是说不过去。这样啊，咱们呢把所有人全都抓回警局，挨个审。那我得审到什么时候去啊？那就得看你了。我说话算话，鸦片的案子全权交给你。身为特别警探，这是你分内的职责嘛。行了，这儿的情况我了解的差不多了。局里还有几个要命的案子，必须我亲自去审查，实在腾不出手来帮你。这样，我在门口给你留几个人，我就行，告辞了。走。干嘛呢？小神婆教你看相呢。
王掌柜，累坏了吧？您认错了。你手指着烟膏是怎么回事？在这种地方混饭吃，手上难免有个不利索。什么时候沾上点脏东西，我哪知道是怎么来的？那你身上这烟味呢？先生可真会说笑。我们在烟馆工作的，哪个身上没点烟味儿啊？其他人身上的烟味都很明显，唯独你身上的烟味不仅很淡，而且还若有似无的有一种淡淡的香味。是吗？什么香味儿？来，狗鼻子，你不对脂粉气最熟悉吗？闻闻这是什么香？香粉胭脂还算寻常，可这香皂讲究啦。说来听听。迦南沉香松潘麝，珍珠玉屑玫瑰花，下血本啊！我打小闻不得烟味儿，所有能盖味儿的方子，我师傅都在我身上用过。用这些香料古法制成的香皂，能驱烟留香、凝神固元，香味清雅，不易察觉。先生可真是懂行。我跟您一样，特别不喜欢烟味儿，闻多了会恶心，所以每天都会用这个香皂。每天都用？这么昂贵的香料制造的香皂，一般人家可用不起啊。女人嘛，哪怕不吃不喝，也舍得在这方面花钱，更何况我又是在这种地方工作。我在烟馆里头见过你们的账目明细，你猜我在上面闻到了什么味道？迦南沉香松潘麝，珍珠玉屑玫瑰花。在场的所有人当中，只有你身上有这种味道。账目明细那可是机密资料，一般的人可接触不到。你还说你不是管事儿的王掌柜？那又如何啊？这香皂虽然名贵，但也不是什么稀罕的物件。您说的顶多能证明我跟王掌柜用的是同一种香皂，可证明不了我进过那间密室，碰过那些账目啊。密室？我刚才有提到密室吗？账目明细是我们丁探长查封出来的时候，我无意间瞟见的，我可不知道还有什么密室呢。来人，给我带走。哎呀，会长，万事照旧，少爷现在一直平安无恙，没出岔子，没多是非。这都是咱们商会的福气啊，会长，您就放心吧。胡叔，哎，这么晚还在？以前晚上这个钟点儿，你爸犯起老毛病来一准咳嗽，现在听不着了，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了。专门从洞庭运来的鲜枇杷润肺，吃一个吧。你爸现在他也吃不了了。我爸那是支气管的毛病，吃多少枇杷都没用的。他就爱吃这一口，酸酸凉凉的，吃了嗓子会舒服些。这个枇杷容易结果吗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觉着枇杷生命力挺强的呀，吃完了把核随口往花盆里一吐，就能长出苗来。胡叔，您还有事瞒着我吧？我怎么可能瞒你呢？贩卖鸦片的进出货记录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在聚华大饭店里有一家秘密的大烟馆，烟馆里有一间密室，密室桌子的抽屉里面
就放着这本册子。这册子上的签名你认得吧？在墙角还有一盆兰花，里面长着苗，枇杷苗。这是枇杷。我们商会也做这个生意。不可能，会长为了能让你踏踏实实接手商会，我们这些年经营的这些货物是经过严格挑选的，绝对杜绝这些见不得光的生意。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我也不知道这上面为什么会有你父亲的签名。那既然胡叔也不知道实情，那我只好自己查了。少爷，贩卖鸦片是重罪，在事情搞清楚之前，务必请少爷保守住这个秘密。老爷不在了，事情没办法对证，我怕如果拔出萝卜带出泥，危害到商会，危害到你怎么办？丁会长磊落一生，可不能毁了他和商会的清誉啊！就算是胡叔你不愿意告诉我，我自己也能查出来。王掌柜，你我都是聪明人，咱就不兜圈子了。天津城已经禁烟很多年了，这么大的买卖，这么大的进货量，不可能不惊动高层政府的吧？我就是想知道，您是用了什么法子，保这个烟馆平安无事的？丁警官，您抬举了。我不过是个替人挡枪的，这上上下下打点人情关系，跟我可挂不上钩。这间烟馆真正的主人是钱子贤钱公子，人家花钱雇我来，也就是管理管理手下。王掌柜，您是天天都在烟馆吗？只要有客人，那就歇不得的。那您可记得钱公子上次来是什么时候啊？他忙，不常来，我记不太清了。前几日萧小姐订婚，钱公子作为新郎根本就没有出席。这么算下来，大概能有半个月了吧。我看过你们的账本，钱公子就好那口，隔三差五就要来那么一次。你作为烟馆的掌柜的，这人都已经半个多月不来了，你都不觉得好奇吗？这自古以来，只有老板催手下人务工的道理，哪有我们催老板的？我只当他是有别的什么要紧事儿，没工夫过来。王掌柜，你可记得窑洼码头的浮尸案？听说了，死了100多人。我们警局可从来没有对外公布过具体的死亡人数啊。王掌柜消息灵通啊！我也是听街坊说的，不知道实情。那还真是巧了，真的就死了100多人，而且啊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死前都吸食过鸦片，死亡时间虽然不同，但都被泡在一个地方。有一天晚上，全都冒出来了，铺满了整个河面。你说这100多条人命，他们找谁申冤呢？这冤有头，债有主啊！反正不关我的事儿，我就是个拿钱做事的。丁警官，你一定要查清楚啊！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，别等着我们给你接出来。您是女士，对您客气。你要是个男犯人呐，我这脸上可能就没这么好看了。
丁警官，信佛吗？我只信科学。这修佛修的是来生，这辈子求的东西，下辈子才能来。可是这报应啊，可等不了你一辈子。你想说什么？钱公子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批烫手货，说是劲儿大，味道也纯，但是质量很不稳定，时不时的会抽死个人。我劝过钱公子，咱们卖烟已经是缺德了，谋财但别害命。这一次两次还能瞒得过去，这要是再死个人呢，谁都兜不住。可是钱公子说，他马上就是市政府萧秘书长的女婿了，这出了事儿由萧家担着。但这抽死了的烟客，必须由我把尸体处理干净，否则这罪就扣到我的头上，我惹不起。所以我就找了几个伙计，在北城找了口荒井，趁夜里没人，把尸体都丢了进去。这钱公子有一天喝多了，迷迷糊糊就来了烟馆，指明非要抽他自己那批烫手货，我们哪儿敢拦着？这就叫做现世报。之前死掉的那些烟客找回来了。那钱公子的尸体呢？都和别的尸体一样，都扔进了那口荒井。那不是什么荒井，那是一个废弃的造纸厂偷偷挖的排水管道，跟窑挖码头是连着的。还是现世报。哼。见过这个吗？别拿什么烫手货来糊弄我，那些人都是氰化物中毒死的。你是想让我跟你在这耗到天亮吗？丁警官，哦不，丁大少爷，你确定要问吗？一定要问。我们在卖那批烫手货之前，烟馆所有的供货渠道都是漕运商会，而且是直接与丁义秋会长对接。现世报啊，谁都躲不过。回书说道，郭德友、顾影、丁卯、萧兰兰四人齐聚聚华大饭店。郭德友假称饭店有老鼠，制造混乱，趁乱混进饭店后院隐藏的鸦片馆。四人大闹烟馆，郭德友不堪鸦片侵扰，几度陷入变冤幻境。即将成功逃走之时，发现了一间密室。警察查封烟馆，郭德友引出幕后管理者王掌柜。丁少爷拿着船只记录责问胡总管，老胡告知丁卯此事莫要深究。丁卯连夜提审，王掌柜供述烟馆进货渠道正是漕运商会丁义秋。引出来，丁卯夜审，王掌柜必命萧兰兰接前情往事，郭德友施巧计要引出真凶。
哟，胡大总管，您这是？我来给少爷送汤。嗨，这点事儿你还亲自跑一趟，大晚上的。哎，这岁数大了，晚上睡不着，我就到这里溜溜腿。进去吧，进去吧。哎，待会儿来喝汤好吧？不了，胡总管。哎。胡叔，少爷，这么晚了，您这是？一看你这脸色，就没好好吃饭。你婶儿啊，给你熬的归气乌鸡汤。最近这么累，好好补一补。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没太大进展。你回来这么久了，在家待过几天呢？天天往警局里跑，这都几点了？把身子熬坏了，也不见得能查出什么来。我一天不查出我爸是怎么死的，我就一天睡不好觉，有太多事琢磨不透了，实在是不踏实啊。那个畜生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，竟哄骗圆圆随他私奔。除了跛脚之外，还有什么别的特征吗？这声音总该听得清吧？口音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听见他老咳嗽。胡叔，我有件事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你跟我之间有话直说。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，我爸，他有没有过续弦的念头？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或者说是他有没有过在外面留情？胡闹！你这是在哪里听说的呀？没有听说，只是有点疑惑。丁会长一心都是扑在了这个漕运商会的发展上，再有就是担心你，他哪有什么心思，哪有时间去动这个念头啊？最后一根了，你来吧。我，抽吧。知道你心烦的时候，偶尔也会抽。这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。我胡海江这辈子只负一个人，那就是你父亲。现在咱们漕运商会在天津地面上也算是有头有脸了。丁会长无论走到哪里，大伙儿多少都得给面子。按理说，他完全可以不用再这么拼命了。丁会长的心思可比咱们这些人想得深呢。他考虑的可不仅仅是漕运商会这小小一家，他是为了海河，为了整个天津卫。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私心的话，那就是你。少爷，时间不早了，要不还是早点回去歇了吧。少爷，都过12点了，赶紧回去睡吧。没事。在里面还有个重要的犯人，我要审。是吗？行。可别毁了漕运商会的声誉。嗯。你先回去吧。哎。啊。
我走了。你给我起来！我问你，人怎么会死呢？我也想问啊。好好的人关在看守间里头，没人问，没人碰，他怎么会死呢？他怎么死的呢？一定是有人要杀人灭口，咱必须马上彻查，排除隐患。彻查？你还要不要点紧呐？真是野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！我他妈现在就想抽我自己的脸！当时吃了嘛迷魂药了，就让你查案呐？现在说这些要紧吗？有用吗？马上立案，马上查清楚是怎么回事啊！行，立案啊，查呀！谁惹的案子谁查啊！现在人死在我们警察局里头，你让外面的人怎么看啊？你让报社的人怎么看？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丁太原，丁某，我再问你一遍，王掌柜是怎么死的？淹死的。放屁！队长，喝口水，消消气儿啊！滚！这里是警察局，临时关押犯人的地方，哪儿来的水啊？你告诉我，他在里边被淹死了？他是撒泡尿把自己淹死的吗？我的祖宗！我已经验过尸了，肺部呛水是淹死的。你要不去看看？不看。都说咱们警局里也闹河妖了。最近想吃点什么？啥都不吃，就在家里待着。不说就算了，我想吃点好的，吃点好的，喝点好的，省得哪天让你给气死了，还没过够嘴瘾，多亏得慌。师傅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这情势所迫，追着追着我就进去了。你抽烟我就不说你了，你还长出息了，直接就往大烟馆里钻。都怪丁某那小子，每次都是为了要帮他。您找机会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。你还来劲了你？不管好自己手脚，你反倒赖起你师弟来了你！我知道错了，我下次不敢了。这次你有命活着回来，就算你运气大，你还想有下？我也没想到这次反应这么大。什么是大爷？你知道吗？普通人沾上都得丢半条命，就你这身子骨，你不是找死，你是什么？我知道错了，师傅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你给我老实泡着。老了，抽不动你了，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吧？您以后抽不动我了，我再犯什么错，我就自己抽自己。您刚才不是说想吃顿好的吗？您要吃什么告诉我，我现在就去买。晚上咱爷俩吃顿好的。这吃什么吃啊？你知道这里面我给你加了药量了，你给我好好泡着吧。郭爷，
警局去请您捞漂子。你去不就得了？也明让郭爷去的。他这身子骨下不了水。不用下水。不用下水，捞什么漂子呀？人确实是淹死的，不过是在警局的牢里淹死的。我就说这人是何耀杀的吧，不然干嘛请小河神过来呀？嘘，副队长说了，别瞎说。这人什么时候没的？能确定吗？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来看，死亡时间大概是昨天晚上的11点到2点。怎么了？你有闻到什么奇怪的味道吗？没有啊，就是一些霉味儿。除了你之外，还有什么人进过这里吗？副队长把案子全权交给我了，钥匙只有我有，谁都进不来。钥匙呢？我一直挂在腰上，没离开过。这锁芯这么深，一般人他撬不开。而且这儿只有这么一个通道，别的地方进不来。不用查了，我知道是谁了。谁啊？你啊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能不能不开玩笑了？你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吗？房间是密室，而唯一的钥匙在你身上，很明显，你的嫌疑是最大的。换谁来查这个案子，第一个怀疑的肯定是你。我有不在场证明。怎么证明？胡叔可以证明，我们两个一直在外面聊天。胡总管，他怎么知道？昨晚胡叔拿着汤过来看我，我们两个一直在大厅聊天，门口值班的警卫应该也看到了他的输入。唉，你还记得胡总管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吗？12点刚过。你记得这么清楚？我把他送走的时候，钟声刚刚响过。送完之后想回来审他，就发现已经死了。小河神这是在除妖吗？闭嘴！看什么呢？我不送你一个小的了吗？你还让不让我查了？你抽烟了？抽了一根。我以为像你们这种学医讲科学的人都不会沾这种玩意儿。有时候心里烦的时候就抽那么一根。这里头的烟灰是你倒的吗？不是我，有人固定打扫。你跟我说，胡总管是几点钟走的来着？12点，我记得很清楚，钟敲了12下。你看出什么了？我知道凶手是谁了。谁？而且他大概的作案手法，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赶紧说。有点复杂，想要知道结果的话，可能需要委屈你一下。
委屈我？得赌一把。可是不管赌赢赌输，得到的结果都会关系到漕运商会的未来。你可要想清楚了。你把事情详细的说一下。咱是来干嘛的？来准备那件需要委屈你的事情啊。能查的我都已经查过了。过去30年间，天津一共爆发了4次比较严重的洪水。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21年以前，当时的死伤和失踪人数达到了上百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西郊重灾区有一个村子，叫做启明村。在受灾2年以后，突然出现了一个邪恶组织，叫做魔古道。魔古道在当时的京城四处掠夺儿童，影响非常的恶劣。不过可惜，当时的一些相关信息都已经被封存起来了，只知道官府带兵剿灭了当时的一些教徒，魔古道也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魔古道，正好，今天丁少爷也在这儿，有一个信息，我想你们2位一定会感兴趣。什么？当年围剿魔古道的一共有3人，这3个人，你们都认识。总兵丁义秋，副总兵胡海江，还有江湖义士郭纯。我爸，胡叔，师傅，这是绑着我爸的那尊玄武像。我得去找师傅问问清楚。小河神，难道这就是你想要找的信息吗？啊，我有一个可以震惊全天津城的独家消息，作为回报，我想要送给萧小姐。震惊全天津城？嗯。队长，冤枉！哎哦，把门带上。哎，坐。报上的消息看见了，人呢？压下来了。这事儿真的冤枉，副队长，通融一下。自己非要逞能查案，夸下了海口又查不出结果，面子上挂不住就滥用私刑，没成想，那姑娘挨不住，把人给审死了。丁少爷倒是清醒的人，没藏着掖着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主动把所有的罪都招了，没有人冤枉他。犯人自首，我们抓人，公事公办，没毛病。您说我怎么通融啊？这事儿现在已经见报了，上头的人都知道了，即便是我想保他，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聪明人办糊涂事儿，你说谁拦得住啊？是吧？我今天来
是来投案自首的。嗯？王掌柜，是我杀的。我把东西准备好以后，就来给他送汤。胡说！这么晚了，你这是？一看你这脸色，就没好好吃饭。你婶儿给你熬的归气乌鸡汤，你最近这么累，好好补一补。少爷，少爷，这汤你没喝吗？喝了，光喝汤没用，要跟烟搭在一起才能起作用。然后呢？出碎泡还能这么用啊？
一个人被迷晕之后再醒过来，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晕过去那么长时间呢？时间是会骗人的。我来找少爷的时候，已经快到午夜了。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就留意计算时间，让药效正好在12点钟完全发作，因为钟声可以强化记忆，让他完全不会注意到自己晕过去了。少爷，都过12点了，赶紧回去睡吧。里面还有个重要的犯人，我要审，可别毁了漕运商会的声誉。你先回去吧。哎，我走了。朱虽把我带来了，人证物证齐全，你抓不抓人？动机呢？你为嘛要杀他？我跟王掌柜的有仇。胡总管怎么会跟一个范大烟的结梁子呢？这个你不需要知道。那不行啊！丁少爷杀人的事情已经见报了，这时候我再把你抓回来翻案，那外边的人都傻呀！啊，这不明摆着的吗？漕运商会背后运作，找人顶杠，我们警局的威严何存呐？副队长，你现在就可以提审丁某。如果他把犯罪的经过一五一十说的都很准，我绝不干涉，不然我将动用漕运商会在天津的各个门路，把事情搞大。副队长，你可以考虑考虑。师傅。师傅，师傅，
这水里面的玄武像，您知道是从哪里来的？不知道，没见过。这是绑着我爸的那尊玄武像，我得去找师傅问问清楚。很多时候，就算苦主再怎么求，师傅都不愿意点烟变冤。倒不是因为他变不出来，而是变出来的真相对苦主伤害更大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闻出来没有？酸的。是白醋。为什么要用白醋？猪髓泡是什么东西？你不知道啊？这种东西又腥又臭，得用白醋浸泡好几天才能把这个味道给压下去。我们捞尸队刚开始练水性的时候，都是用猪髓泡换气的，所以这个味道我太熟了。你怎么确定就是胡叔的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们两个一直在一块儿。你一直没发现，那个钟他被动过手脚吗？别的地方都有灰尘，唯独这儿特别干净。再看玻璃，猪髓泡很油，再加上手上沾了水的话，湿漉漉的去碰玻璃，很容易在玻璃上留下痕迹。这药厉害就厉害在得两味药兑在一起。你喝的汤里其实也下了药，但是它的引子却在烟里。这种药需要把4味中药烤干、磨粉、点燃，吸入一部分，再口服另一部分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我泡澡的药方是师傅反复调配了10几年才确定的。这市面上但凡能见着的药，我都知道。但是，刚刚说的这种迷药，在市面上可见不着，在军队里，他们经常被当成麻药使用。没在军队里待过的，是绝对不会知道这种配方的。当年围剿魔古道的一共有3人，总兵丁义秋、副总兵胡海江，还有江湖义士郭纯。我说过，这些都只是我的推测，没有证据，是你自己决定赌一把的。师傅跟我说过，漕运商会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天津城能够呼风唤雨，是因为这里面管事儿的人够忠义。之前我不明白，现在我懂了。师傅不见了，什么也没说就走了。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，说不定就跟魔古道有关。今天漕运那俩管事儿的一死一活，您都认识吗？天津卫就这么大，同乘过一条船，不奇怪。对啊，师傅。说到王八，河底下那尊玄武像哪儿来的？你本本分分干好了自己的事儿，那些个查案什么的事儿，归你管了。